是尹白猿。前2天端午假期在家浪了2天，现在假期一过，赶紧开足马力给大家献上最新的视频。个人认为本期视频是近几期视频里头含金量最高的一期，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我常常看各种开箱视频、装机视频，经常会看到 UP 主后边的背景墙上有一种由三角形组成的发光阵列，看上去非常的好看。那我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发现这种板子叫做奇光板英文名也叫做 Nano Leaf。然后一看价格，实力劝退。那这样的板子经常是9块一卖，基本上价格要1500到2000左右，也就是说一块板子的价格要150到200块钱。那作为一个手工类视频，既然我们买不起，那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在确定做奇光板以后，我查了国内外很多的相关资料，发现很多朋友也做出了类似的作品，但往往是形似而神不似，基本上没有 get 到奇光板的精髓。那我决定就自己去尝试一把，尽可能的还原奇光板的外形和内涵。经过了11次的设计、制作、修改，有了我们现在最终的成熟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就是我最终制作的成品。从正面来看，它和原版的奇光板相比，尺寸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从正面看上去基本也没有什么差别。从侧面来看，它和大多数的 DIY 作品来比已经很薄了，但是和原版奇光板相比还是有一点点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考虑到制作的便捷性，适当的降低了内部电路的集成程度，这样就导致了板子有一点点厚。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使用的时候，主要还是看正面，侧面不会被注意。我觉得这个平衡还是非常值得去做的。刚刚说过，我们的作品不仅外观要像奇光板，内涵更要像奇光板。为此我设计了一个连接器它可以用来很方便的让多块我们自己做的奇光板拼接在一起。这个小小的连接器只要插到我们板子的侧面，然后再拿另外一块板子拼接在一起，就算完成组装了。所以和原版非常一致。我们现在可以通电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更值得说的是，我用4个接角实现了奇光板拼接的智能拓扑。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随意的把这些奇光板拼接到一起的时候，主控板可以根据这4个接角计算你拼接的实际形状，以此来呈现更好的显示效果。同时我在主控板里头集成了频谱分析模块，这样主控板就直接集成了妙音器的功能。为了更好的介绍本项目的具体细节，我将分为2个视频来介绍这个项目的具体的制作过程、使用方法，以及详细的说明一下自动拓扑的具体方案是什么。本视频我先为大家呈现这个项目制作的具体过程，我们先把它做出来。在具体制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设计思路。首先我们用激光切割椴木板的形式来制作这个基本的外壳，然后在外壳里头我们放一层4毫米厚的导光板。导光板放好以后，我们最外层放扩散板，这样一个灯的结构就基本有了。那这个导光板的光源来自于哪儿呢？我们把导光板取下来，看一下这个小的 PCB 板。在 PCB 板上，我们集成了5颗 WS2815 灯珠，这个灯珠要放到我们基本的这个框架的三角形的角的部分在每一个角上都会有5颗灯珠，总共15颗灯珠用来给这个导光板提供光源。然后在三角形的边的地方，我们用来放置我们的控制主控。那在这个主控的背后有一个4个接角的弹簧触点，我们把它安装到这个位置以后，在侧面的这个孔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连接器插进去，连接器就可以和弹簧触点很好的接触用来提供12伏的电压以及相关的数据交换。项目制作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奇光板本身，一个是控制器。先用激光切割机将控制器外壳零件切割好，然后先来制作控制器。首先焊接控制器的 PCB 板。提醒大家一下，项目用到的所有 PCB 板文件，我都将打样文件提供给大家，把文件直接提交给 PCB 工厂就能打样了。具体工厂名称，大家可以私信或者发邮件问我。具体焊接的时候，根据 PCB 上的私印信息焊接原件就可以了。大致上保证先贴片后直插，先小后大的顺序就行了。这个板子直插件的焊接有点特殊，
为了保证 PCB 板底面能紧贴主控外壳的底板，直插件只能插进去，但不能穿透焊盘，同时要在正面一侧焊接。焊好以后，拼接主控外壳，先将底板、PCB 板、前板、后板拼接好。在拼接左右板前，用200目左右的砂纸打磨一下板两侧，将直角打磨成一个可以和旁边板贴合的斜面就可以了。将金属按钮安装到右板的圆孔里，拿2根电线焊接到按钮的2个触点上，再将电线焊接到 PCB 板的预留焊盘上。这2根线不分正负极，随便焊就行。最后将按钮帽扣上，把顶板拼好即可。我们再来切割气光板的外壳。切割好以后，我们先来快速的制作一下外壳。首先第一步，先把零件分下类，把相同的零件放到一起去。好，现在零件就分好了。拿出底板，将3个边的侧板安装好。准备6片角结构底层件，注意两侧的边比较长、比较宽。3片角结构中间件，注意两侧边比较长、比较窄。3片角结构顶层件，注意两侧边比较短、比较窄。准备好后，按照底层、中层、顶层的顺序，将结构件叠起来并排列整齐。根据形状放到外壳的一个角上，在结构件的侧面滴点普通的502胶水。另外2个角同样处理。将角结构件和侧板粘在一起。完成以后，来制作电子部分。一个气光板需要3个 LED 集成板和3个主控板。先来焊接 LED 集成板。注意，这种5050灯珠都是有极性的，其中一个角有一个缺口标记，要放到右下角。焊好灯珠，把 PCB 板反过来焊接 ZH1.5 端子。另外2个集成板也这样焊好。再来焊接主控板，3个主控板的 PCB 完全一样，但要分成2种焊法。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节省打样费用。先来焊接需要 Arduino Nano 的板子，焊电阻、焊端子、焊 Arduino Nano。这里 Arduino 也一定要注意一下焊接的方向。最后在 PCB 板的背面焊接好弹簧触点。另外2个主控板就更简单了，只要把3个端子背面的弹簧焊点焊好就行了。来看一下焊好的所有板子，大家可以对照着焊。接下来把板子安装到外壳里，拿3片主控固定件叠在一起，注意一定要把中间的凹槽对齐，然后侧面点上胶水。将连接器插入到侧面的孔里，然后插入固定件的凹槽，校准好固定件的位置，在边缘点上胶水。将主控放在固定件上，用 M3×8的自贡螺丝固定好，另外2侧也同样处理。把 LED 集成板插好端子线，点上胶水，固定在外壳的角上，另外2个角也同样处理。最后根据演示视频，将所有的3P、5P 端子线都连接好。拿出导光板，在3个长边贴上反光胶带，将导光板嵌入外壳对应位置，用反光胶带把3个角的 LED 灯遮住。拿出扩散板，将表面的薄膜撕掉，覆盖在壳体表面，用胶带把2者粘在一起。最后可以把主控和气光板拼在一起，测试一下是否工作正常。经过我的不懈努力，9块气光板总算做完了。
现在我在主控里头刷入了测试代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当前就是它的第一个效果，每一个奇光板能显示不同的颜色。再来切换第二个，每一个奇光板显示的是同样的颜色。第三个，每一个奇光板内部独立的可以做颜色变换。本期视频呢，我们主要讲了奇光板的制作方法。那下一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给奇光板注入灵魂，让它真正的能实现自动拓扑以及频谱分析等等各种高级的功能。当然，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如果你觉得哪里可以优化，可以随时给我留言，非常期待你的意见以及建议。本项目相关资料的下载链接我将放到视频简介中，供大家随意下载。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意思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收藏3连。如果你不想错过本频道的任何一个节目，请务必要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是我创作的重要动力。我是尹白猿，一个只做好东西的工科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